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来宾，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再来就是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还有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所以观众朋友今天特别来关心到中东的战火现在进入倒数，尤其今天关心到的是伊朗现在祭出了它的射程高达1000公里的新款的导弹亮相。中国大陆现在传出有暗中帮助伊朗吗？再来就是俄罗斯是否也有介入？美国航母危在旦夕。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伊朗的无人机逼近了林肯号之后呢，是直接被美军的 F-35给击落下来了。另一方面，革命卫队试图在另外一头呢强行扣押美国的油轮。中东战事现在被说是一触即发，美军能够掌握局势，避免战火全面蔓延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题我们会来关心到是在中国大陆的部分，它的一艘科考船现身在阿拉伯海，网络上现在还流出了一系列的卫星影像。在这个卫星影像当中，是以中文标示了许多美军在它的武器中东的部署，这是中国公开支援伊朗提供给他灰色的情报吗？那美军又如何反制这一场情报战呢？最后，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接下来的要在2月份特别关心，就是2月6号，美国跟伊朗会来谈这个核谈判。而在核谈判正式的进行前，我们看到伊朗直接抛出了他愿意承诺的事情，包括暂停他的核计划。浓缩铀会送往俄罗斯，川普则是要求说3个东西你要停和限制飞弹，这是第2个。第3个，也停止支持中东的代理人。这一场在2月6号的核谈判到底能不能成功？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美伊关系现在到了随时开战的一个边缘的临界点了。3号来自于美国军方亲自的证实了，说有一架伊朗的无人机，这一架是夏德139，在逼近阿拉伯海的时候遭到了。在阿拉伯海林肯号的航母附近的时候，立刻是被 F-35战机给击落了。另一方面，我们则是看到伊朗则是试图登上了一个他看到的悬挂美国国旗的油轮进行扣押，战事现在看起来是剑拔弩张。另一方面，中国大陆有出手相助伊朗吗？来自于南华早报的报道说，看到了大陆的科考船现身在逼近林肯号的附近。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看到这一张图。这个是网络上特别流出来的大量的来自于中国大陆卫星的高解析影像，并且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中文字，在这个中文字当中，特别是中方标示了说美国的林肯号还有美军的E-15战机跟它的爱国者飞弹部署的地点，被军事专家解读中国可能在向伊朗提供美军的动态情报。他认为这样子的手法其实类似于过去的印巴战争。那么在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伊朗的部分则是祭出它的重型的反舰导弹，这一款是阿布马赫迪，射程1000公里的弹头重达400公斤。现在根据了解，只要2枚就可以击沉前方美军9000吨的驱逐舰。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了？中国真的出手帮助伊朗吗？那如果是有帮助的话，是否提供在这上面的情报战？美军接下来会如何来做应对呢？再来就是反舰导弹，刚刚说射程高达了1000公里，代表美国在中东部署的这个林肯号航母是逼近危险的吗？干哥怎么看？当然是危险，但我们要知道，伊朗这次它无人机逼近了林肯号，这就是一个讯号。为什么？因为大家在想说，已经相安无事了，你们不是已经上谈判桌吗？现在到底是要在伊斯坦堡啊，伊朗、美国的官员高阶他们都要见面啊，对不对？那现在到底是谈到什么地步？可是伊朗无人机怎么会在阿拉伯海出现？然后而且好像接近了林肯号，这事情意义很重大。不过伊朗他宣称说，这个我们是什么？我们这个是一个商用的无人机，它走在自己的航道上，根本没有逼近美国。当然讲要这样讲，但我要讲的一个重点是什么？你要知道 F-35，其实无人机到了你的头上的时候，你大概才会发现它。F-35是距离100公里，航空母舰战斗群100公里之外把它击落的。也就是说 ，F-35它的态势感知完全发挥作用了。
你在空域里面有任何的动作，有任何的物体进来 ，F-35它被训练，它的 know how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在你身边周遭200-300公里范围之内突然出现了飞行器，它抓到了，大家就知道了。美国的技术我们还是必须要认可的。他抓到了，他不是用眼睛看的，因为你看不见。他抓到以后，然后飞行员直接下判断，这是无人机。为什么？因为它的雷达横截面要比隐形战机还要大。大家听得懂吗？无人机这么小，雷达横截面怎么会比隐形战机来得大？因为隐形战机是逆中的，你在雷达屏幕上面看呢，只像一个小鸟一样。但是如果说是在那个无人机，因为无人机有螺旋桨，那个非常不逆中的，他马上就判断这个是无人机，打。用怎么打？用 AIM-9响尾蛇飞弹打 ，AIM-9X 响尾蛇飞弹把它打下来。所以说一句实在话，我觉得美军在第一次接触上面，他就已经有逮到了。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就是说，万一不是一架的时候 ，F-35就应付不了了。这个时候，舰队防空就要启动。什么叫舰队防空？舰队防空就是神盾驱逐舰的防空系统，完全要启动。标准3型跟标准6型飞弹全部要上啊，要拦截。这个画面会不会发生？很可能在下个礼拜就会发生，就是在我们中国人过新年的时候，很可能就会发生。然后我们现在再来讲阿布马赫迪飞弹，这个飞弹我坦白跟各位讲好，这就是中国技术的援助。为什么？它的射程1000公里，然后它弹头400公斤，这个完全是常见实型的翻版。常见实啊，我最近有拿那个空6它身上的常见实给大家看，它就是长程巡弋飞弹，但它也有可能阿布马赫迪也有可能，它根本就是一种弹道飞弹啊。那因为弹道飞弹的技术比较复杂，我觉得不太可能会用在这种飞弹上面。但是它可以打到1000公里，那就是代表像跟我们的常见实型的飞弹是一样的道理。它能够飞这么远，然后呢，它飞这么远，它还弹头威力有400公斤。它要是一颗打到你美国航空母舰的话，是打不成的。所以这边我必须要先强调，400公斤的弹头打不成的。为什么？因为美国航空母舰总共11艘，每艘都是10万吨级的。你要2颗到3颗以上打中它，才能够把它打残啊。所以说，其实反舰飞弹它其实有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心理因素会比实际集成要来的有用。所以你就会看到说，阿布马赫迪真的是已经要他说你看2枚就可以集成驱逐舰没问题，但是你要打空母舰没有那么简单。不过最重要的是目标或怎么获得，这里面绝对有中国技术的协助。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开战的时候，大家要小心了。如果伊朗真的能够逮到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的话，中国在这后面一定出了很多力的。同样是中国的角色，特别请教苑老师怎么看？现在是说中国也有暗中提供伊朗在情报上面提供给伊朗，老师又怎么看？对，那个刚刚提到阿布马哈迪的这个导弹的时候呢，是伊朗拿出来，大家以前的话呢说的不多，但是这个非常有可能是中国的技术援助啊，然后这个俄罗斯当然也有一些提供一些帮助啊，但是这个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分成了几个方面哈。第一个的话呢，我个人看法觉得说有中俄的联手啊，其实基本上是唱一场双簧给美国看了，啊，因为呢，他们之间的做的，大家的评估啊，就是美国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决心啊，也没有这个理由要跟伊朗之间就是开战，更不要说是地面的战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伊朗的这个存在啊，目前这个情况下，这个策略是很明显的，就是让俄罗斯先走一步啊，然后中国本身呢在暗中资助，然后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呢，要做事情呢，就是他们整体来讲啊，就是希望中东的局势啊不要有伊朗的消灭啊，因为伊朗如果消灭的话呢，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抵抗之湖？就是说原来的话呢，就是伊朗的代理人战争，就是从一开始到从哈马斯一直到这个叙利亚到伊拉克啊，然后到了胡塞武装什么的，全部都是伊朗支持的。那这些的话呢，都陆陆续续被以色列加美国的联合作战的方式击溃，所以伊朗变成最后一个堡垒。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伊朗怎么可能没有中国跟俄国的支持？伊朗原来就是俄国的一个
个小老弟，俄国对伊朗的支持长期以来就是冷战中的一个重要标志。那再加上中国现在的话呢，它有3方面的理由。第一个就是伊朗的油是中国在买的。那中国本身是一个能源缺乏它各方面来讲，委内瑞拉也好，伊朗也好，中国都有买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的区域上，这个整个中东地区的话呢，大家可以想到，如果中东没有敢跟美国挑战的伊朗的话呢，那整个区域的话呢，就可以宣告以色列的胜利。以色列胜利对于这个整个伊朗国家，大家知道就是什么巴林啦，什么卡达啦，或者说是这个阿联酋啦，或者说这个沙特什么，都是一种奇耻大辱，所以搞得整个欧洲地区或者说整个世界地区的穆斯林回教徒，他们就会极端的反抗。所以在这个地区上要维持势力的均衡。然后第3个的话呢，我必须坦白讲一句话哈，这个对于伊朗做某种程度的支持的话呢，美国不敢动手的话，就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中东地区就继续乱下去。请大家注意啊，就是你旁边的邻居啊，只要战争不打到你家来的话，他们乱对你来讲不是一个太大的坏事。这个当然讲这种话不道德了可是实际上也是这种情况。所以大家看到说是我们基本上的话，如果说你不管，如果中国有能力不管，那俄罗斯现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他也管不住的话，那中国不适当的施出援手的话，如果伊朗真的没的话，那还得了啊！整个中东地区就是美国加以色列的，那以色列做事是非常狠的，对不对？至于说是川普提出来的条件呢，我觉得说废核跟废弹的话呢，都不太可能。因为现在的话呢，经过这一次这个俄乌之间的冲突以后，大家发觉乌克兰最大的措施就是十几年前把自己的核武器都不要了。所以任何情况，现在没有人敢惹北韩没有人敢惹，为什么？动不动就给你来一个，但是有浓缩又不用了，也不行，一定要有导弹。所以说前面2个，至于说代理人战争早就结束了嘛。好，谢谢苑老师。确实延续聂老师刚刚帮我们特别提到的，就是美国川普现在特别提出来针对伊朗2月6号要进行的核谈判。3个条件当中，刚刚岳老师帮我们特别提到，除了要废核之外，还要限制它的弹道飞弹的发展，最后就是支持这个停止支持中东的代理人。川普说了，如果在2月6号这一次谈不拢的话，就会有坏事情发生。那伊朗这个时候也祭出他的一些善意啦，伊朗是说他会暂停核计划，并且把浓缩铀送往俄罗斯去。接下来我们请聂老师来带我们看一下俄罗斯的角色。另外就是2月6号的核谈判到底有没有机会谈成 ？OK， 我觉得不管是人与人、团队与团队或者国与国之间，在进行谈判的时候，说实在有3个步骤，我是这样认为哈，就是这2个方呢，一定是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方可能比较强，他是用攻击性的角度，可另外一方可能防御，但他也够强的话，他也可能会攻击，但最后呢，一个方式就是你防御也防御不了，就是投降嘛。我现在觉得美伊这边的谈判呢，是陷入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讲说，以这个喊出声量来讲呢，伊朗其实在军事上、霸权上绝对赢不了美国，美国基本上是步步为营啊。但伊朗当然也释出了非常的讯号，说反正呢，不管怎么样，誓死抵抗到底。那是之前，跟照美国的军事实力绝对是高到一定国家之上。那么而且呢，它的霸权呢，甚至它呼朋引伴的这个盟友的这个这集结地位也是比较有。因此，他如果继续的给这个伊朗一些威胁的话，伊朗当然最后还会选择你刚刚讲的所谓的善意。可是重点是善意要多善意，如果走到第3个叫 surrender， 就完全投降，我相信也不太可能。就像2战之后呢，日本呢讲不好听点，你已经这个是一个战败国，而且呢以前这么多的这个罪行，那当然你不能再有攻击武器，当然还是给你有一个保命叫做防御部队，叫 defense， 就是他们的 national guard defense 防御部队。那我的意思就是说，美国常常会用他的霸权要求他的对手说，你就给我完全的投降。可是你知道，伊朗也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三脚猫的很差的国家，只是碰到你这么强权，他当然会担心，因此他会谈另外一个方案。那刚才这个您可以看到，不管媒体上讲或者刚刚世民讲的，美国要的3样东西的第一样叫做终止核子计划。这个终止这不一样 ，terminate 是完全停哦，这就是投降概念。所以呢，伊朗会抛出一个说我们暂停核计划，而且他还丢出一个我把浓缩铀送到俄国，那他有个小小保护伞，因为这2个国家实际上都是有当然美国不是就比如以一战争的时候，他们都有所谓的代理人战争，他有前线代理，有后线代理，他可以也就是他要帮这些代理人去贡献，或者呢帮后面都有可能。他是前线代理，之前我们大家都知道，黎巴嫩真主港也好啊，胡塞组织也门啊，或者巴勒斯坦这个哈马斯，还有呢像以前的委内瑞拉，当然像那个伊拉克等等都算。他背后还有2个核武大国，北韩、俄国。当然说不好听，还有一个
中国，慢慢隐形中国只是忍着不讲话，其实他也会适出的偶尔的提供资讯啊，这个跟这个印巴战争一样。当然，美国那一方呢，现在不是而是美国直接跟他，所以他没有所谓代理人，他当然会跟他讲说，你必须要这个停止支持中东代理人。其实我觉得这个要求呢，就是他希望怎么样呢，让这个伊朗呢不会再给这个美国未来造成他中东的一些阻碍了哈。当然，限制飞弹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个最少你不会每次我要打你，我比你大比你厉害，你还有时候还威胁我一下，这个川普也不爽了。好，那最后讲到他把浓缩铀送到俄国，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啊，那有人说这是一种外交策略，我觉得这是一个保命策略了，因为他毕竟他是代理人，这个他幕后的一些主要的这个护盘者呢，他还是觉得他们多少还是有点力量可以保护他的未来的生存，是，所以这是一个保命策略。那当然也就是他预留他未来的一些生存的空间。那么我最后要讲说，美伊这样我的分析说，这样的一个这个谈判，美国步步为营，他又有霸权在手，又有军事实力，又有盟友的这些力量，会不会最后这个成功呢？基本上啊，我觉得最后还是会成功的。伊朗最后还是会让步，毕竟呢，你打的就是可能美国真的。这个当然美国也会自伤，对不对？打人这个1/3也自伤，打人7分自伤3分。可重点是大家到最后都会形势比人强啊，就是说我发现你一定要做动手，我还是会一些让步。因此我觉得这个未来的成功的几率还蛮强的。但是伊朗它还是要必须我刚刚讲的，它已经无法攻击，它最少还是要保密，还是要有未来的防御的一些保命的未来的预留空间。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